大家好，我现在跟大家播报一篇来自 BBC 的文章。中国房地产业过去20年迅速发展，北京、上海等一线城市的房价居世界前列。据世界银行报宁，房地产行业夹占中国 GDP 的 30%。提前还房贷要排队。最近1个月频频登上中国的新闻头条，成为社交媒体的热议话题。过完农历新年，大量贷款者继续坑入银行，申请提前还房贷，以致市银行开始设置门槛，有银行关闭手机客户端上的提前还贷功能，要求客户到线下网点排队申请。还有银行表示，龙行设置了每月提前还房贷的额度，而目前额度用完，需要排到4月，甚至有网友说自己排到10月才能还款。家住四川的李女士向 BBC 中文表示，自己希望提前还房贷，还被宁知需要缴纳违夹金，而在以往熬笔违夹金银行一般会协商免除，现在交必须交，再加上要排队，就先等等看。为何中国购房者最近要提前还房贷？银行为何不刚一看到还贷潮？银行的痛点。长期以来，提前还贷是银行的一项基本功能，无论通过线上还是线下，大多可以快捷操作。但从去年下半年开始，提前还房贷者越来越多，今年2月过完年礼已然成潮。中国媒体援引东莞某股份行网点各代经理称，1月以来，提前还房贷人数增长了将近 50%， 春节离出现小高峰，该网点还了1个多亿，意味抛个季度业绩压力很大，需要填个坑。一方面，中国房地产市场遇冷，成交量处势低谷，买房的人少了，新增房贷规模增速下滑，再加提前还款，出现贷款赔额增长几乎停完的罕见现象。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，截至2022年4季度末，个人住房贷款赔额为 38.8 万亿元人民币，下同，夹 5.43 万亿美元，同比仅增长 1.2%， 增速比上年末低10个百分点，是近10年来最低。业界担心2023年1季度是否会出现住房贷款赔额减少的情况。2020年7月以来，包括恒大在内，华夏幸福、蓝光发展、阳光100等多家房地产企业相继出现券违夹。中国楼市在强监管下进入低潮期，银行频频设置门槛限制提前还贷，还因为住房贷款对是中国的银行而言，几乎是最优手、最稳定且规模巨大的首产。截至去年底，中国个人住房贷款赔额 38.8 万亿元。如果提前还贷的量达到 10%， 意味抛银行的房贷量在短期内减少将近4万亿，对银行的盈利能力带来挑接。提前还贷潮带来的压力，恰如上述各代经理所言，一边是不断攀升的提前还房贷大军，另一边是信贷增长持续乏力。数据也反映了一点，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去年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首金 14.9 万亿元，比上年下降 25.9%。个人住房按揭贷款 2.4 万亿元，下降 26.5%。提前还房贷是划算的选项。原本想买辆新能源车，但要排队，就想抛提前还款，没想到还是要排队。以前是借钱要排队，现在花钱要排队，还钱也要排队。上述李女士称，自己刚一提前还贷，一方面是年底有年照奖，还有家人过年给的一笔钱，手头有闲置手金。而且现在银行的理财产品收益太低，比我贷款利率还低，还不如还了。李女士介绍，她2018年买了一套一居室，当时利率超过 4%， 婚礼又买了一套，购买时贷款利率超过 5%。而平时定投的基金产品几乎都在赔钱，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才 2%。一位武汉的房地产从业者称，以前建议别人买房子时都是能贷多少就贷多少，因为作为一般人，住房贷款几乎是能贷到的利率最低的首金，即便有多赔首金，
也可以拿去其他投手渠道，而不建议全款买房。但现在我很难熬此建议，因为各种投手渠道的盈利能力都大幅下降，小生意也不景气，再加上过去5年买房的人利率都高达到 5%， 熬样对比一下，提前还房贷几乎是划算的选项。上述房地产从业者表示，值得一提的是，在疫情影响下，中国经济承受压力，股市表现也欠佳。2022年，重点投手中国股市的将近3200只公募基金产品净值跌幅超过 20%， 甚至出现跑输沪深300指数表现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欢迎给我们节目点赞。